这2棵打折花，有一些花已经落了，所以想剪一些花梗来扦插。我把整个过程都拍了下来，从制作扦插用的盆儿到剪花梗、处理花梗、抹催芽剂，最后插到扦插瓶里去。那接下来就开始了。这是电烙铁，我一般就是用它来给容器烫洞和部分切割。我事先准备了这个半透明的桶，把盖子拧下来放一边，等会儿还有用。我用电烙铁把上面比较厚的塑料烫开，剩下下面薄的部分我就可以用剪子剪了。如果你的剪子足够锋利，你也可以不用电烙铁直接剪。我这儿用了电烙铁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让它出一下镜。不是会有人问我的洞是怎么烫出来吗？就是塑料盆上，我就是用电烙铁烫出来的。我特意选了这个半透明的容器，是因为扦插花梗是一个十分漫长的事情，有可能跨了季节，所以如果到冬季拿去晒太阳，就不用担心里面的扦插苗会被晒伤。刚才放一边的盖子可以拿回来拧上，到这儿这个扦插瓶就做好了。我再去把花泥拿来切一块塞到里面，就可以进行扦插了。花泥在这儿主要是起固定花梗的作用，所以你其实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替代的话也是可以的。我选这个花泥呢，一个是我有，二一个是我觉得它是无机物，不容易变质。比方说你要选水苔的话，是能插住花梗的，但是24小时高温高湿连续好几个月，那我就担心水苔可能就会烂了。好，扦插瓶就准备好了，去开始扦插。好，先拿出我的催芽剂，中间那盒就是，左边就是刚才我们做的扦插瓶的盖儿，右边那个盖儿就是普通矿泉水瓶子的盖儿。所以你知道这盒有多小了。给我的剪刀喷点酒精，消毒杀杀菌。这个大白花的主花梗又开始长新的花苞，所以主花梗我就不剪了，刚好它还有几朵花可以看。但是它有好几条侧花枝，我就不等它选择了，我就帮它决定，全部剪下来了。这棵百里带红的花也有一个侧花枝可以剪下来。好，开始剪。我剪了这些侧花枝，那个主花梗呢，它也可以更专心的去长花苞开花。如果它不打算好好开花的话，主花梗也是可以剪下来去扦插的。好，一棵大白花就剪下来这么多侧花枝。另外一颗就只有一个可以剪的花梗，也剪下来放一边，别给混了。接下来就是处理花梗。好，先来看一下白花的这几根。这2根呢比较短了，看这上头只有一个节儿，上头已经断了。这个有2个节，但是它是梢上很嫩的，我也不准备把它分开了，但是要把这个尖儿剪掉，这是它的一个没发育的花苞，所以这个剪掉就行了。这2个就不做处理了，就这样了。然后是这一根，看着有很多节，可是你仔细看一下，这些是开过花，花落了的，这些就比较难催出芽来了。那这是没发育的花苞，这个也不要了。不剪掉的话，万一它顶端优势要去长这个花苞就麻烦了，所以这个不要了。那么这一节下来也就只剩2个节点了，所以我也不准备把它分开了，放一起吧，因为它是很嫩的嘛。再来看这2根长的，这儿有一个，这儿有一个，这儿有一个，共3个。另外这个也是这样，头上这些是开过花的，开花的这些不要了，比较难催出东西来，所以这也
直接不要了就行了。但这次我想把这个地方留着，我想这上可能会有一些营养物质可以传导给下面。这个就怎么分呢？这样分吧，这个我就这样分了。1分为2，但上面只有一个能有用的芽点，这个上头有2个。当然你也可以再这么分开，分开也行，不分开也行，我就不分开吧。另外这个呢也是3个，这次我准备下面这一节留1个，上面这个留2个，就从差不多这个位置剪开吧，2个节的中间位置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去插的话，就是插这些小的东西不要了。这是白花的，所有的要去扦插的。这一杆这是那个带点红粉花的那个，这个上头这一节也是开过花的，这都不要。能用的就有2个节点，但是我想说它很嫩了，我也不分了，只把上头这个剪掉，开过花的这个，只把上面有可能有藏着花芽的部分剪掉。好，这个我就想1整支这么长，我那瓶子也高，但这个因为颜色不一样，我先把它放一边。我们来弄这些，我们先找这个来做示范，看怎么把这个包皮去掉，就外面包的这一层。这一层你转一圈看看的话，能看到说这儿会凹一点，这儿会鼓一点，这个位置是藏着芽点的位置。对，这儿也明显看出来薄，这地方这个皮儿也短，这里面是没有东西的。我们自己在家里的话，这后面很难催出东西来。当然，人家专业克隆技术的，你给它一点组织，它都可以克隆出东西来。取这个包皮儿，从哪儿开始都行，你从这儿也行，这儿就比较放心，里头没东西。你看这里面没有东西，就一点一点把这个皮儿揪开。但是揪到前头这儿，我就说藏着芽点的这个位置要特别小心，看到吗？出来了，就这个浅绿色的，这就是。回头我们就在这儿抹催芽剂。好了，这个皮儿就扒好，放一边。你再拿一根，这次我们从这儿看看怎么样。这里面有芽角，所以要小心一点。我只捏上头，捏住了就往外揪。结果只把有芽点的这地方皮儿留了一点。好，出来了，就这小东西，绿绿的，很可爱。放一边，再来一个。我们还是从旁边吧，旁边可以比较，哎，我这上东西太多，先清清。因为旁边没有芽点嘛，我们就可以大刀阔斧的动。嘿，出来了。看到吗？有一个，因为这上个还有一个啊，我应该先弄上了这个好了，希望手别捏了这个，好，捏这儿，这个就，这个容易，一下就出来了，有一根儿，再来一根儿，
刚才说了，这儿都没东西，不用管它，就这样了。这根上就这儿有一个压点。其实这个皮儿新鲜的时候很好往下扒的，看已经露出来了。你扒到这样也行，这点儿可以抹上了，但是还是把它都扒了吧。好，就这样一根儿，搭一根儿。啊，这次我们几个先弄上头，这样手拿的位置就不担心了。哎，又是把压点上的皮儿给剩下了，这就小心点了。好了，露出来了，露出来就行。这会再弄下头这个。我这镊子也不干净了，太多皮儿在这儿，不好使了。好，这儿也有一个，有一根，还挺快的哈。提前把这镊子清清。这根上就一个，没得选择就弄它。好，它也算是露出来了吧。这样就行了，它那点儿已经露出来，能抹上翠二剂了。好，来这一个啊，先弄上头的。这个芽还挺大的，行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在这个有些这个有芽的地方就很鼓，这样芽就特别大。你看这个也是，这个芽就比较大。好了，这就全部弄完了。我们再来弄这个红花的这个。红花这儿也是有2个可以往外剥皮儿，先剥上面的。这个剥断了。行，芽已经露出来了，再弄下面的。这会儿从旁边开始。一主使劲揪，好，露出来了，还是有点少露出来，多揪点皮儿去。好，看到这个一点点新绿就是露出来就好了，不再弄那一半了，还是弄吧。行，这就是它的压点了。把这个还是放一边，不想混了。不过也好认，这根长。这就完事儿了。清理一下啊，把这吹耳机打开，从这儿挑一点出来就行。从挑的多一点，像个大米粒儿那么大吧，放一边。随便拿一根儿。哎，我们怎么漏了一个？这上还有一个薄皮儿嘞。啊，糟了。嘿，很容易，一下就揪下来了。就这样，
这抹上就行了，光抹这个牙角就行。你愿意抹一圈也行，但基本上后面催不出东西来。这上有2个牙角嘛，我就都抹，随便它爱长哪个长哪个吧，一视同仁，让他自己决定。抹好之后就可以插进去了。这花泥很好插，好，再来一个。这个在这儿，这就好了。这样插上，再来一个这个。有一个，来一个，我插的时候记着别插反方向，那芽就该往下长了。挂在那儿，他会不高兴的嘛。好了，这个也完了。这个杆儿，它倒是底下不会长根儿。如果这个芽儿发了的话，它也只是在芽儿的下面长根儿。所以我猜你插到了，如果它想发芽也能发，只不过那个就是叶子冲下，根儿冲上，但那样叶子它也不会冲下，它就会扭着吧，我猜，那就有点难受。这个比较软，就不好插，就这样了。还有一根儿，这个花梗老一点的吧，它就挺就硬，就比较好往下插。特别嫩的那个特别软。我应该转过来哈，回头我们它要发芽想看它的芽的话可以看见。插的时候都没注意，随便插了。好，最后再来这根，这是我们那个红的那个，对吧？看，就这么点催芽剂就都够了。我没数这是抹了多少个芽点儿。行了，在这刮吧刮，最后这点都给它了。好嘞，这根单独插在这头，跟别人都不挨着，大家知道这根不一样。好了，这样，这能看到里头这水吧？再把这个挪一遍，看，这底下我已经放上水了。这个花泥在里头就是起个支撑作用，然后它当然它能吸水，
即便它不吸水，因为这个瓶里有水，而且我会盖上盖儿，里面就会很潮湿的。合上，漏点缝没事，它也需要通风透气嘛。哎，为什么这怎么出来了？好，这样我把它拧上，看一下，我把它拧上了，盖上盖子，还有窟窿啊，没事，这样就行了，这就等着。如果它要发芽就发芽，它要黄掉就把它扔掉就行了。我之前插的也有个别的黄了就扔了，不多，但大部分都是在那儿发芽。我这条缝就剪得特别靠下，原因就是我想这样说，我拍视频的时候能够拍到那些小芽嘛，从正面这样看方便一点。上次那个剪的有点靠上了，所以我们看基本上这样斜上方看下去。但其实如果说你自己在家里也不需要拍的话，你只是自己看见就行，你可以不用开这么靠下，我往上一点就可以。其实往上一点更好，对那个扦插来讲，因为缝在上面的话，那个水汽一直从下面跑到上面才开始蒸发，因为这儿有个孔有缝的话，对吧？那这个可能从这儿就开始往外漏气了，那希望这上面也有吧。当然毕竟这个侧面是没有缝，所以如果从这边上来了就留在上面，希望然后再匀给这边一点，希望行吧。那如果万一你要觉得里头不够湿的话也没关系，稍微找个塑料袋把底下那么一套啊，对吧？套起半截来，让上头漏气是一样的。其实也不是说只有那个醋瓶子才可以，像这是装奶酪的盒子也是很好，它已经现成，你看这盖儿已经有了，这个样子的话，你把往里放东西也很方便，往里插也很方便。这个的问题就是它是全透明的，如果比如说像我这儿冬天很冷，我想让它晒晒太阳的话，我就担心稍微会一个没留神晒伤。但其实也问题不是特别大，如果你真是晒太阳的时候，它那个水汽往上一蒸啊，这上有一层的水珠，也相当于就磨砂了，也是可以这样。但是就算就是为了保险点嘛，我就用那个磨砂的这个瓶子，正好装醋这瓶是磨砂的，所以我用它了。那另外呢，这个你看它这个高度只有这么多，所以你扦插进来的那些花梗的话，就只能剪成这么长，不能超过去，对吧？不然那盖子盖不上了。所以像刚才我呢还留了一长节的，这个就进不来了。所以这个我本来其实也想用这个来着，但是我看了一下我那个花梗的情况，有一些比较长，我就想留着试试。其实之前的话，前面那些扦插的，像那种开过花的，我是都剪掉了没留。这次我想留在上面，看看会有什么不同。我是觉得留在上面，也许那个花梗上的营养物质会给那些小苗用吧，希望是这样，但是谁知道呢？好了，用完了，盖起来。这一小盒别看小，且用呢，我都不知道用几年才能把它用完。催芽的话也可以在母株上催，就是不把它剪下来留在这儿。其实如果它能出来芽的话，这个会长得更快，因为母株可以一直给它供氧嘛。你像我这个就是我留了芽点催出来的花芽，长了，准备长花了。留在这上呢，温度就只能是说你的室温是什么就是什么，不太好控制。但是如果说装到瓶子里呢，我就可以把瓶子拿到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去，比如说我去给它晒太阳啊，或者说像中国北方有些地区有暖气啊，就拿到暖气附近，它会比较暖和。因为出花芽是低温，出
出苗芽需要高温，就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它才会是小苗，不然它就是花儿。像这个就是当时冬天抹的催芽剂，所以它就是花儿。但是跟它这上半截你看不是剪掉了吗？放在醋瓶子里的那些就有苗出来。看这两个瓶子，一个是我今天刚弄的，切口比较靠下，原来这个切口上面靠上一些。从扦插的角度讲的话，我觉得靠上一点比较好，而且还可以再靠上一点，只要手能伸进去插花梗就行了。我刚才说了，我剪的比较靠下，主要是为了打开的时候拍视频方便。但我现在又觉得它太靠下了，可能太过于撒气漏风。在这干燥多风的夏季，我还是给它套个塑料袋吧，不然不太放心，怕它太干了。蝴蝶兰的扦插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扦插，全指着空气潮湿，花梗上那个隐藏的芽点就可以发育长大成一颗独立的蝴蝶兰。这期间扦插瓶里始终要保持湿润，不需要有任何干燥的时段，不像水培蝴蝶兰还要裸根，这个不需要，只要全时段保持湿润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施肥，只需要水。我用的就是普通的自来水。虽然这些小苗不知道猴年马月才会开花，但是看着小苗一点点长大，特别开心。您要不要试试？